如果说你都年过30了，还没有体验过2个女人，或者说2个以上的女人围绕追随你的感觉，那兄弟，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掌握到中年男人主宰两性关系的诀窍。其实很简单，就10个字儿啊，10个字儿啊，记住：修刀难入鞘，傲剑不回锋。只要你能够同时具备刀的秀气和剑的傲气，那你就能够管理好任何一段关系。长期的、短期的、开放的、传统的，甚至有些你想不到的关系，你都可以轻松的建立，并且还能被女人崇拜、爱慕、顺从。那到底我们该如何去落地实践呢？该如何去体验一段你曾经不敢想象的关系呢？接下来呢，我会从2个角度给你拆解。首先呢，我们可以来说说第一部分就是修刀难入鞘。就是说有些刀拔出来就很难收回去了，最后呢就只能伤人伤己。而有些话有些事呢，只要说了做了，那就是覆水难收，反而会导致女人对你产生抵触心理。我给你们举几个常见的例子比如说你喜欢的女生跟其他的男生去吃了顿饭比如说她经常不回你消息，再比如说她接受了你的付出，却告诉你说我们俩不合适。那这个时候很多兄弟心里面肯定是很不爽的，女一人也有3分火气，更何况是你们这种事业有成的男人呢，对吧？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岂有此理，我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这么辜负我呀？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的。那于是呢，你就会情绪上头，说出一些很重的话，说他是在钓你的鱼说他骑驴找马，或者是去阴阳怪气他。最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是越闹越僵，直到你俩的缘分呢彻底断掉。兄弟我不怪你，遇到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呢，咱有情绪，咱去这个反击是也很合理的。但是兄弟如果咱做啥事儿都这样随心所欲的，被情绪牵着鼻子走，那你肯定很难拿到什么好的结果的。男人这一生呢，最难的修炼不是拔刀向前的胆气，而是收放有度的清醒。其实你回过头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些事儿真的很重要吗？你之所以会这么生气，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他为什么不尊重你因为你在事业里也好，还是说你曾经的一些履历，可能很多人都是尊重你、顺从你的，但是到了感情上，你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你心里有落差了，你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了，所以你才要去争个输赢，对不对？包括历史上有很多悲剧的根源，其实来源于这最开始的一口气咽不下去就好像汉武帝时期有一个叫灌夫的爷们儿，他到桌上去跟人家敬酒，结果当时别人没有搭理他，他就觉得很没有面子，于是呢他当场发作，指着别人鼻子大骂，结果这一骂直接导致了他酒足杯。这就是人性的劣根性。人被情绪推着走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在维护尊严，可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会发现尊严未必保住退路呢先被自己给斩断了。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跟一个异性去吃了顿饭你上去就跟他来一句说，你是不是在养我的鱼你们看其实这就是把自己的退路给断了。可能别人女生她还是很喜欢你的甚至都准备选择要跟你在一起了，但你这话一出来，她还能怎么办呢？给你主动道歉吗？这不就搞得好像她自己是倒贴货一样吗？那她不就只能够黑着个脸跟你吵吵，对吧？说你敏感多疑等等，甚至她还会直接想要跟你去断掉。这也是为什么焦哥一直不建议兄弟们去过于的去强硬，哪怕你的实力确确实实已经顶了天了，我也不建议你们去强势，或者说强迫，甚至是压迫女人。你去强势，那就等于是拔了刀，拔刀那一刻，你跟他就没有什么退路了。所以我经常都会跟那些 one and one 的这些兄弟们去讲一个东西，叫做非暴力沟通。也就是说，让他去看见你的情绪，看见你的不满，看见你的这些曾经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再让他主动去接住你的情绪，而不是单方面的去把情绪输出到他的防备上面就比如说我前面给你们举的这个例子，你喜欢的女生跟其他异性去吃饭了，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去破防，甚至不需要去对抗，你只需要云淡风轻的说，换别人我根本就无所谓的但对你呢，我确实还是蛮介意的，但我不会怪你，我也不想干涉你的社交，只不过我相处的原则还是蛮简单的，真心换真心，边界换边界。
毕竟像我们这种行业的，我说实话，我们的饭局都是不少的。兄弟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放在以前啊，温柔体贴啊，包括什么包容啊、换位思考啊，它会被当成像舔狗一般的存在，对不对啊？会觉得说你是没骨气的。但是放到现在，那种细腻、温和、懂分寸，才是顶配，才是稀缺款男人。但凡你段位高一点，也就是说，但凡过来的，就是过来人啊，或者说就是厉害一点的女人，她们都是懂的。年轻时候脾气是暴的，性子是冷的，浑身都是带刺的，对靠近自己的人全是防备和那种什么敌意，对吧？说白了，都为了自保啊。他们是硬扛生活，但是阅历攒够了之后，格局打开了之后，待人反而会变得平和，包容度会拉满的。你越是低调温和，就越能够收获真心和优质缘分啊。那当然了，咱们呢也不是说要兄弟们去无脑的包容啊。人生如果只懂得收，会把人活成一件钝器。有时候退让是智慧，有时候退让呢，却只是在一点点的背叛自己。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点，傲剑不回锋。真正的锋利的剑啊，在出鞘之前总是很安静的，在出鞘之后呢，就不会回头了。而一个真正能够成大事的男人，他在做出决定之后，也一定不会后悔，只是会沿着自己选的这个路走下去。你现在喜欢一个女人，并且你还得不到她，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是选择算了换人，找个更 easy 的，还是说你要选择非她不可啊，就要跟她在一起？如果说你选的是算了，那么兄弟啊，你一定不要后悔。哪怕他之后官宣了一个各方面条件可能都不如你的男人，那你也不要后悔。你不要去想什么如果当初我再坚持一下就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既然选了那就要认。你不要因为后悔了就拖慢了自己的步子。那如果说你就此就一蹶不振了，那么在之后你喜欢的下一个人你依然得不到，然后你可能又会放弃，然后又换人，就会陷入无能的一个死循环。对，没听错，无能的死循环。但如果你选择去提升自己，去修炼自己啊，让自己在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底气去吸引到他，知道该如何去经营这段关系，那么你才能够在情感的世界里面得到一个崭新的人生。那如果说你现在遇到了一个女人，你非常喜欢她，但是呢你又得不到她，你又不想放弃，甚至是觉得最近这个感受就是非她不可了，那好兄弟，我敬你这份魄力。既然你选择了这条难走的路，那你就更要不断的去折磨你自己。哪怕你身边的哥们儿可能3天换一个女朋友，你也别羡慕他。哪怕你身边的朋友都说你什么太痴情了，太 M 了，没事啊，你也别听从他们的，你不傻。傲剑不回锋，你的剑已经出鞘了，那就不要胆怯。你要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一个觉悟去做，去试，试过了不行，被他拒绝了，那也没有关系的，你去学，对吧？你在中间总是能够学到一些情感的认知，学到一些人性的知识，学到一些两性之间的一些关系该如何去相处，然后再去2番战3番战，对吧？你能白手起家打拼到现在这一步，就证明你身上有无限的可能。对于你这种男人来说呢，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只有你想不想做，以及你有没有权利去做。当你把自己投入到自我修行上时，当你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无人喝彩的路上去继续前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慢慢养成了一种可怕的能力，那就是即便过程再怎么不顺利，但最终呢，你一定可以取得你想要的任何关系。说到底啊，修刀难入鞘，戒掉的是你的盲气，而傲剑不回锋，守住的是你的志气。一个男人最好的状态，不是永远锋利，也不是处处圆滑，而是手中有刀，心中有剑。对你爱的人呢，你刀下留情，风平浪静；对于你自己呢，你剑下生风啊。虽千山万水不回逢，但剑指前方啊。所以最后呢，祝所有坚持提升自己的兄弟们一定会得到自己的幸福。好了，教哥还是那句话啊，学人性，用人性，通过人性去经营优质关系，好吗？下课。